他一统天下，开创盛世，让天下无穷人，百姓外出不关门。他死后呢，却开始了近300年的动乱。他就是晋朝开国皇帝司马炎。那他在世时究竟做了什么呢？在他身死后，天下又为何会大乱300年？今天就带大家走进这段晋朝往事。事实上，在司马炎生命的最后10年里，他的威望达到了顶峰。公元279年，镇守荆州的大将杜预多次上书，请求司马炎发兵攻打吴国。原本对此事犹豫不决的司马炎，在大臣张华等人的劝说下，终于下定决心要伐吴。这一年的冬天，司马炎伐吴之战彻底打响。开战后仅仅几个月，王睿率领的晋朝水师浩浩荡荡东进，攻破石头城。吴王孙皓知道自己大势已去，主动手牵山羊出城投降。至此，三国重归一统。为了能够彰显自己的功绩，司马炎改年号为太康。虽然是司马炎统一了三国，但后世提及司马炎，说的更多的却是他荒淫风流的后宫秘史。他热衷于选美，在位时呢，曾多次下诏选拔公卿大臣之女入宫，还命人将各地的美女大批的送往京城。对于当时的女子来说，如果被送入宫中，那就跟到了地狱没什么区别。因此那些世家大族女子为逃避入宫，故意身穿丑陋衣服扮丑，平时也不敢用脂粉化妆，更有甚者节食服药，以显示出病容，只为了避免被四处寻找美女的宦官看中。司马炎的后宫有数万人，个个都是貌美如花，这让他很是烦恼，因为他经常会为到底去宠幸哪个佳丽而发愁。为了能够解决这一问题，他计上心头，命人设计出了一辆舒适的小车，并用几头强壮的公羊牵引，自己呢则是乘坐着这辆羊车，每天在宫院中闲逛。羊车停在哪个宫院的门口，他当天就会在哪个宫中去找乐子。因此后妃们为争宠也是各显神通，他们要么在门口插上竹枝，要么在地上撒上山羊喜欢的盐水，想尽了办法让羊车停在自己宫门前。当然了，在司马炎彻底放飞自我之前，他也曾有过大宏简约的一面。在他继位晋王之初，曾倾尽府中所藏珠玉古玩之物，全都赐给朝中大臣。一统三国后，为了减少国家开支，他又做了个让人惊掉下巴的举动，那就是裁军。这个做法让大多数人都摆脱了兵役，回家耕垦荒田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，随之而来的则是一个短暂的盛世。司马炎开创了长达10年的繁荣盛世，也就是后人口中的太康之治。那么这个盛世究竟有多繁荣呢？当时农民安于耕作，牛马遍野，田园丰收，大家外出住宿时，大门可以不关，根本不用担心小偷或者强盗。谁家遇见了困难，周围的人也会主动去帮忙。不少少数民族看到这种繁荣后，也开始了内迁，填补了三国战乱带来的人口空缺。在灭吴后的短短2-3年内，晋朝的人口就增加了130多万户。人口大量增加是太康之治的标志之一。当时天下无穷人，人民幸福感极强。司马炎沉醉在万民归心的表面现象中，并没有意识到隐患的存在。当时呢，有一归附司马炎的匈奴贵族，名叫刘渊，他相貌魁梧，勇力过人，朝中大臣王浑等人十分看好此人，并多次向司马炎举荐刘渊，希望能让他带兵去平定凉州的叛乱。司马炎其实呢也十分看好此人，但是因为刘渊出身匈奴，有不少大臣认为让他去平叛有些不妥，司马炎才只好作罢。但司马炎的弟弟齐王司马攸却对刘渊颇为忌惮，二人一起向司马炎表示，如果他不开除掉刘渊，只怕匈奴并不能够长久的安定。对此司马炎并不在意，却为后来的战乱埋下了隐患。多年以后，五胡乱华中起兵反晋的匈奴首领就是刘渊。除此以外，司马炎立储时的昏聩之举
更是让人诟病不已。司马炎共有26个儿子，知名者18人，其中呢不乏有才华出众者。但是司马炎偏偏选了个傻儿子司马衷当接班人。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，司马衷生性吃鱼，他登上帝位后，曾预见天下闹饥荒，老百姓没有饭吃，到处都有饿死的人。大臣们将这一惨象汇报给他以后，他竟然反问道：百姓没有饭吃，那为何不吃肉粥充饥呢？事实上，早在司马衷当太子时，就有人指出他没有治理政务的能力。迫于群臣的压力，司马炎还组织了一次考试，目的就是想证明司马衷并不傻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晋朝元老贾充为了能够攀附皇室，就已经将自己的女儿贾南风嫁给了司马衷。贾南风是个聪明人呢，他知道司马衷的体系，也明白如果这一次司马衷没有通过考试，那么太子之位难保，自己自然也会受到影响。于是他费尽心机提前打听到考题，然后又请来学识渊博的人拟就答案，最后呢再让司马衷照着答案写。最终司马衷成功通过了考试。史书虽然有记载此事，但却有不少含糊不清之处，一切只说贾南风用尽心机让司马衷通过了考试。可是在戒备森严的皇宫，贾南风究竟有多大的本事，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帮司马衷作弊呢？可见此事很值得怀疑。既然贾南风很有可能只是个幌子，那真相究竟是什么呢？俗话说，知子莫若父，就连朝中大臣都能看出来司马衷天生愚钝，司马炎又怎么可能会看不出来呢？此事表面上是贾南风所为，司马炎被他蒙骗了，但实际很有可能是司马炎早就知道了贾南风的所作所为，然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故意让司马衷蒙混过关。虽然在后来司马炎也曾有过要换太子的想法，但当时司马衷在朝中已经有了不少支持者，所以他每一次提出这种想法都会遭到皇后与不少大臣的反对，再加上他本人也有着对皇位正统的执着，所以想换太子只能停留在想法上，迟迟没有实质的举动。甚至说他至死都不愿意放弃太子司马衷。他在短短的几年间内就分封了27个王，诸王起初在京师为官，以朝中高官的身份参与朝政，后来司马衷为了避免他们过多的干预朝政，就派遣他们分赴封国，出镇要害之地。这些诸侯王不仅对州郡行使行政权，还拥有军事统帅权，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。司马炎本想圈养一群辅佐皇室的忠犬，但却忽略了这群人不是犬，而是狼，为日后埋下了种种隐患。公元290年，54岁的司马炎一病不起，当时大多的开国功臣都已撒手人寰，皇室宗亲也有不少被他派遣出京。无奈之下，司马炎只好将朝中大权委托给国丈杨俊，杨俊借机随意撤换公卿，安插自己的心腹。这些事儿自然是瞒不过司马炎的。他怒斥杨俊，但此时的他已经病入膏肓，除了怒斥以外，却也做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事情。他下诏让汝南王司马亮与杨俊共同辅政，可杨俊却将诏书藏起来，一直到司马炎病逝都没把诏书拿出去。公元290年5月16日，司马炎于韩章殿中病逝。至此以后，王朝的危机不断爆发，司马衷的愚昧无知，加上司马炎埋下的种种隐患，致使八王之乱爆发。这场动乱持续了16年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。王朝的内乱让周边小国看到了机会，于是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等族纷纷入主中原。洛阳被匈奴大军攻破，中原居民被迫南迁，史称五胡乱华。此后便开始了近300年的乱世。